们现在在纽约的，现在是哪里 ？SOHO。对，然后你怎么称呼呢？我叫 Fifi。Fifi， 你是法国跟台湾混血，对不对？对。其实我的朋友 Fifi 呢，他是这个从小呢就去了，应该就是去了蛮多国家。是。对，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就人生比较特别一点。因为像我这种，就从小到大其实没有出国的经验，很少。然后我就一搬就搬到纽约来。我最大的文化冲击就是顶多就是我以前是缅甸出生，在台湾长大，然后又来到纽约。好奇的一点就是说，你去过那么多国家，就是现在哪一个城市是你觉得你会想要一去再去的地方吗？纽约啊！你不要因为你现在在纽约，然后故意讲这个。没有，我讲的是纽约啊，纽约就很好玩啊。你要想，纽约是随时随地都有不同的活动在发生的地方。是，就虽然台北也有这种。就是随时随地都有很多活动在发生的地方，但是纽约是那个距离非常近，然后你真的想要去认识人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认识到人。是，台北的人就是会有点硬，因为大家现在听得出来，其实你讲话其实是非常台的。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台湾，因为这也是我来之后才有比较大的感想，就是你回台湾做很多事情，包含文化的不同，然后包含你的像你的长相，虽然不是坏事啊，但一直说都还是会有很多那种异样的眼光。像你在纽约的话，就大家都来自世界各地，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文化大熔炉啊。对，就你走在路上，你看到的都不是当地人。对啊，对，但是在台湾的话，基本上你只要看到外国人，你会外国人呢这样子啊，你会讲中文哦，哇，你会讲台语哦，你感觉就是很像什么杂货店老板，然后看到你就会讲这种话。对，我自己的自我认同，我就是一个台湾人的时候，每一个人看到我会说啊，你会这个啊，你会那个哦，你很厉害，讲那么多语言。但这个对我来说是我本来就会的东西，我生长在台湾，就是只是长得不一样，没有必要用不同的眼光看我。但平常心讲，台湾的英文的程度是不错的。我其实觉得蛮差的。我觉得其实不错，跟日本比起来的话，你懂吗？就是你跟日本比起来，然后跟泰国比起来，泰国慢慢不好吗？泰国慢慢才在变好。你其实很多地方跟他说，因为我去过泰国很多地方，什么清迈、清盛，就是观光客比较偏少的地方。对，所以你就不，他们也不会讲这种英文啊。我跟他讲说我不要辣 ，no spicy， 他听不懂。No 辣椒还听不懂，我真的觉得是不错，因为你基本上 no spicy 就是一些关键字，台湾人是听得懂的，阿姨都听得懂。对，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台湾人只是不敢讲，台湾人只是不敢讲，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对，可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开始讲英文的时候，大部分台湾的当地人会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觉得台湾人讨厌的是。You know what I mean？ 就是我今天就是我要去 Starbucks 点一杯 Frappuccino， 这种他们就很讨厌啊。我今天要去星巴克点一杯星冰乐，妈，你不会好好讲话吗？就这样啊，你懂吗？因为你也知道我是从小在台湾长大，然后我是现在还在学英文的阶段，但有时候你真的会卡在一起，你知道吗？但是我会尽量去不要这样，因为我知道台湾人会讨厌。但是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去避讳，因为确实有一些英文单字是中文不存在啊，也有一些中文单字英文确实不存在。的确，那有一些时候避免不了，你就没有必要避免。是。但是你如果太刻意了，你也很累啊。干了一件很纽约的事情，这样可以吗？我觉得可以吧。Today's outfit, how is it? Everything's simple, oversized, and with this sunglasses.
们现在要去一家咖啡店，在这个 Queens 这边 Forest Cafe， 对不对？就是现在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本子啊，那个笔记本无印良品的，然后今天去 plan 一下接下来有什么计划这样子。因为上次其实这种事情它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说有时候你会算答案，就像算数学一样，你会卡住，然后要好几次才有可能会得到一个比较相近的答案这样子。所以如果大家在找自己事业方向的时候，我觉得或者说你的社群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不用觉得说好像一次就要找出答案。Let's go, let's go. OK， 我们现在在做这个香氛品啊，一样是一个客户的啊，我相信他的产品可能还在做啦，但是他们有很明确的 vibe， 就是希望可以走那一种比较 the label 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其实他们现在就是给我一个希望可以我帮他们做一个这种香氛瓶的贴纸的公版啊，一样，因为 the label 是这样，就是自己打好字然后贴上去嘛，然后它也有一个公版这样子，来给你们看一下。网站上面其实有查到，就是 the label 还是 the label 不确定，就是他们的这个贴纸其实是这样子的哦。那他们我记得是用打字机这样打一打，然后有固定的地方，应该很多东西都已经设定好了这样子，然后再这样贴上去，那就是参考了这个贴纸。然后呢，在这个我们的这边，我就在计算哦，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啊等等，这些红线到时候不会留着哦，这个是 guide， 那到时候就会去开始画线啊，这边有参考图，就也会有这一种线啊，需要有一点距离这样子。哪一些地方不能超过什么东西，或者说在打字的时候会有哪一些限制，然后字是几 pt 啊等等的，好，这些东西我都会跟它设定好。Okay, so I bought the screen window from the online, from Amazon. It's quite cheap. I think it's $50 for 2. Yeah, it's quite large size. The installation is, I think it's quite simple. You just stuck in there and open it, just like this. I don't know how to remove this. I might just, use the knife to cut it off. 最后还是要出动剪刀了，因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把它拿下来。我是一个蛮不爱戴口罩的人，没想到这个时候会派上用场。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安装这一个买来的这个 screen window 了。然后呢，应该就这样，然后压紧。你知道搬家什么也可以带走，知道吗？现在美国很多这种家其实都是没有纱窗，尤其是如果是老外的家。OK， 现在呢，刚装完这个，窗户打开就是这样，外面真的很吵。那现在要来继续工作啊。那其实最近有一点觉得，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尤其是当你是一个专业人士，但是你在做很多事情做太多了，可能就会有一点 burn out 的感觉，就是你真的很不想做这件事情。像我的话，现在其实是不老实说，我觉得做设计这阵子因为忙，真的很忙，然后很多事情都卡在一起，真的很想休息一下。因为如果认识我的人其实都知道，包含你在看这几个月来的 vlog 也知道，就是说我偶尔会出去，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其实都待在家里，然后也没有太多有趣的活动，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跟想着工作，所以有时候真的很想，真的就休息一下啦。早安 ，Hello， 品杰。
有听得到吗？听得到，你听得到我声音吗？现在要来，现在早上8:48，剩下2分钟，准备要来教课。今天早上还好，早上就是1堂课跟一个新客户的咨询。现在客户不知道会不会签下来，但是希望有人合作咯。因为如果在这新增第4个客户同时跑他们的专案的话，因为我是每3天就会给一次进度，是蛮快的，所以就变成如果现在有4个客户的话，我就每3天都给4个进度。好，那现在就剩下1分钟，还没时间吃早餐，也没时间泡咖啡，直接先上课好了。我后来在想，就是好像如果2到5万的话，感觉好像比较差不多。对，但你可以把3D KB 拿掉，因为通常会需要 KB 都是做活动之类的，不然的话，他没有活动，你不知道要做什么 KB 啊，对不对？所以，我比较好奇，就是说，那你们有一个 TA 吗？目前？年营收大概1亿内的品牌或者是企业都 OK。然后我最多经验的是在女性用品的零售。OK， 要来煮咖啡了。刚教完课，然后也来了一场新的客户的一个免费咨询啊。然后我觉得相谈甚欢啦，很高兴可以认识一个新朋友，然后也把案子给敲下来。所以6月的案子呢，已经有排成了这样。那晚点可能整理一下合约，然后还有我的账户，然后还有其他一些资料，然后给客户去签，然后跟汇款进来这样子。其实蛮高兴的，就是最近呢一直都有这个旧的客户会去介绍旧的客户过来。那发现介绍过来的客户，他们其实也都会变得比较，相信大家，如果你有在接案的话，或者说你有开工作室，你有开公司的话，你应该知道，就是说客户介绍的客户，其实他们的调性都会还不错，就是说不太会有那一种不好的客户，或者说可能有一些客户会无理取闹，就是资质会比较好一点，品质会比较好一点，合作起来也会比较愉快。所以最近很多都是这种客户，那其实也蛮开心的就大家会因为跟我合作，然后相信我，然后合作起来愉快，然后才会介绍身边的人给我嘛。然后谈完之后，我跟他们谈完之后也是相谈甚欢，然后也才会促进下一场合作。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做生意真的就像跟交朋友一样，就是钱是一回事没错，但你能够解决他要的东西，他愿意付你这个钱，然后你们2个也合得来。因为我有问过我很多的客户，就是我会问他为什么你会找我，以及你怎么样去挑选你如果说你要找自由工作者或者说找厂商合作，他们都会说他们会希望找到除了钱以外，钱当然很重要，但是另外就是跟自己聊得来，这种痛是对的，就是那个频率是对的，他们觉得合作起来才会愉快，然后也才比较好沟通这样子。但这仅限于好客户啊，如果说是那种很难搞的客户，那你也没办法，不管怎么样，就这种人都还是会存在嘛，对不对？好，来弄咖啡。那现在呢，这个网站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在做最后的调整，然后等一下要打包，然后录一些教学影片，让我的客户可以自己去更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 Webflow 的客户，或是所有的网站的客户，他们都会自己拥有后台，不会向他们收取，就是比如说每个月的维护费或是租金等等都不会，我这边就是一次性的，好，继续做吧。我现在想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直接是蛮省吃俭用的人，因为我从小家里其实就是不太会赚钱这样子，就是秉持一个观念，就是要省钱、存钱。但是呢，长越来越大，现在的收入也越来越好。然后刚刚我做了一件我自己觉得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心情，虽然它不是什么大事，也就是呢，我下单了这个 Apple 的 Studio Display。一直以来呢，我用到的东西，我觉得都没有用到很好。然后直到近几年来，因为有赚钱了，然后
开始可以把我自己的设备升级得越来越好。那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必要的支出啦，像电脑啊，现在也冲到顶规，然后像现在用的萤幕其实没有不好啊，它是这一个 BenQ 的但是 BenQ 的这个它有 Apple Color 嘛，它有这个 mode， 就是说可以跟你颜色一模一样，但是它有一个大缺点，我自己比较不能接受，是因为我环境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窗户这样反射过来的时候，我给你看，就是它会有一个，你有没有看到？它会有一个反光。好，那这个就是一般的这种雾面的，就是萤幕都会有的问题。那当然在晚上的时候，它颜色就蛮准的啦。但是我大部分是工作时间就是在早上，然后早上这样子其实让我蛮困扰的。所以就像你刚刚看到，它也会反光，所以很多时候我会看不太清楚，而且它不够亮啊。我这次还特别选购了这个 Nano Texture 也就是说它的散光什么东西反正就是说更不容易反光之类的。美金是我记得我买1900吧。对，反正现在很兴奋，然后纪念一下，买下去了 ，nicely done。然后等一下呢，就要去这个Brooklyn Downtown 那边的这个 Apple Store， 然后自己去拿。我不知道我拿不拿得回来，但反正就是抱也要把它抱回来，不然怎么办？那当然啦，如果说你看到这边，你人如果在纽约，如果你也是设计师，或是你是剪片的，欢迎就是说因为我这个 BenQ 的萤幕就要出了就要出售了，就二手卖一卖。那我卖个600块好了，然后它是 PD3220U 那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现在好像是我已经买了2年左右吧，就没什么问题。然后你也看到我每一集都在使用它嘛，我很常会有那个 POV， 就是从头上面拍，然后我正在用电脑，所以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 IG 上面敲我就是可以到我的 IG KIPHALU Keefanlu， 在底下的连结也会找到我的 IG。好啦，那就差不多这样，我等一下2个小时后就要去 pick up。OK， 其实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其实犹豫这个东西犹豫了有几个月，然后其实从当初就一直在想。就连我买 BenQ 那个萤幕都在想，比如说要省一点，所以才去买 BenQ 的这个选项，反正颜色都一样。但是我觉得现在终于要冲到最终的终极选项了，这种感觉就有点像是你知道萤幕冲顶规就是虽然说一定可能外面有比它更划算或更好的什么东西，但是以什么都用苹果生态的人来说，我觉得我如果买到 Apple 出的 Display 的话，基本上不太需要去换其他萤幕了。除非说它出新款，但我希望它不要那么快出，我就会觉得很花钱花下去，好像太早买，对不对？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快点出发，它已经准备好 ，Let's go。Finally got it back. Damn. Whoa. Wow. 有点像是犒赏自己吧，这么努力工作。你们看我的 vlog， 你看我每一次也都是在家里，几乎算是蛮少出门的，没有一直出门，整天在想着工作。哇，还有一层。哇 ，OK， 我装完啦。好，现在有一个我在测试它的这个，它这边有个镜头，但是缺点呢是，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BenQ 的这个 light bar 它原本是会装在中间的，所以平常如果说没有在用这个视讯镜头的时候，我可能就把它装在中间，那要用的时候就把它移开。对，但是这样稍微有点麻烦啦。忘记一件事了，还买了一个 Magic Mouse， 因为它出了黑色之后，一直就很想买这个黑色的。其实我有一个白色，但用非常久了，就很喜欢。虽然说用起来其实久了之后，其实手那个筋会痛，你知道吗？
应该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很喜欢它在那个它的表面上面就可以触控的，而且以前我很穷，所以以前我买那个白色的时候呢，那这个白色的呢，还是当初我来美国之前，来8年前至少了，在那个什么台大出清啊，如果你是台北人的话，你可能知道这个脸书社团，那个时候台大出清有人在卖这个滑鼠，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卖多少钱我忘记了，反正就到那时候就面交，它是2手的。那时候没钱，但很想要一个，你知道吗？但用久了之后也就用习惯了，也是看了一阵子，你知道，因为从小家里的情况就没有都很好，所以都一直被教育说不能乱花钱，不能乱花钱，所以每次买东西都非常小心翼翼。我不知道正在看这个影片的你会不会也是这样？而且就算你开始赚钱了就算你赚的比别人多了，都还是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不太敢花钱。看一下。黑色质感很不错，你看一下。那你觉得你当初因为你投了500多封，那500多封，你是一天大概花多少时间在写？大概几封？你当时有给自己规定吗？Scientific minds we have today.